今天又来到了，这里是桃园一个很热的区域，中路从化区。如果您也想来一场与众不同的旅程，邀请您安排一场富士山的露营，除了可以陶冶一下身心灵，还有令人羡慕的打卡拍照点。有兴趣的朋友参考第一则留言哦。哦哟，这个环境真的是非常好。我们现在找一个地方先暂停一下。这王老师昨天才刚去香港观光，是不是？我发现你最近很常出，上个月去哪里？日本九州。那上个月去哪里？韩国。那在上个月那去哪里？先不要管上几个月前可能忘记，下个月要去哪里？澳洲。哇！一下子韩国，一下子日本，一下子香港，下个月要去澳洲。金马侠那是真的是赚了盆满钵满，是不是？没有，赚那么多钱，然后好好的花一下，是不是？其实很多人跟我一样。很多人跟你一样，是吧？我知道现在很多仲介都在捡纸箱了，谁跟你一样啊？大家都已经快要过不下去，还要像你还出去玩，是怎么一回事啊？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朗贝尔的一个饮品哦，它是这个市况是怎么样？就之前房地产还蛮热的，然后后来打的，当然可能很多人以为我们常出国就是因为没业绩，对不对？只好来出国，其实也不是。那不是没业绩，所以只好来出国，不是什么意思？因为每个人的人生规划不一样。我到今年刚好我的小孩2个大学毕业了。哦。就是责任完了。对啊，我跟我太太2个解放了。解放。从今年暑假我们就解放了。就是你们2个就是含辛茹苦，一直在打拼，一辈子打拼，就是在等这一刻。对，小孩大学毕业，你知道吗？把他接回家，整个人哇，好像松了一口气。可是这个是你的人生规划嘛，对不对？但是最近的市况到底怎么样？好好分享一下吧。讲真的，这个月没什么研究。你为什么忽然讲话有点颤抖嘞？你突然间问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们没有做过任何的这个沟通，所以都直接问就对了。对，先问一下啦，上个月跟这个月店头的业绩有没有什么增长？我的感觉啦，因为当然我还是必须讲说，问我们的公司准度会比较不准。因为我们公司的那个不用准呢，就是比较跟上下2个月有没有什么落差？就当我们公司这个月比上个月好。这个月比上个月好。那上个月是最差的吗？也不是最差的。最差应该是暑假那个时候，对不对？最差是上一次打房，上次央行政策那一次的打房那次，突然整个缩得非常厉害，缩得对，那个整个业绩都30多间而已，30多间了，对。那现在慢慢的逐步回来，就一个月比一个月更好，一个月比一个月更好，对，目前看起来是这样。有这个趋势，有这个态势。我们公司你们公司，我们公司。那其实你们公司如果业绩算是好的，那就看你们公司也算是一个指标啊。烂的不管在多好的情况之下还是烂，对不对？你一家业绩不好的店，然后给你市况再怎么好，外面别人都在赚钱，都在热络，他的店就是没有人，所以还是要看业绩好的店才会准啊。其实我觉得跟老板的思维有关系。跟老板思维有关。老板比较肯就是培育新人，然后比较肯就是在人才上面做投资，比较肯投广告，就是这样子就会有花非常多钱。花非常多钱。好，这个是目前桃园的现况。你的意思是说桃园有逐步感觉有回温啊？是这意思？我们公司啊，你如果说整个市场上，我并不这样认为耶。你们公司是真的比较好，所以你们把别人业绩抢过来而已并没有变好。我个人是这样看法。好，那这个是桃园，你觉得也是维持在平盘啊？我觉得在盘整。对，但是没有降，也没有涨，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没有，你看从化区的房子有谁在便宜卖的吗？那价格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量呢？量缩。对，量缩。但是跟上个月或者是前几个月比呢？前几个月比。我还是觉得是量缩。你还是觉得是量缩？对，我觉得是量缩。所以真的现在算是不景气，所以你没有去捡纸箱，你选择了出国玩，这个意思吗？出国玩，因为这出国玩是我们要对自己的生命要有交代。生命很可贵。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都50几岁了，你的腿还能
还能有利到哪个时候？你真的蛮有利的。你刚刚不是跟我讲，你这一次去香港，香港是一个这个小岛呢，小地方，你居然一天可以走10几公里啊！对啊，你自由行就是要走路，自由行要走路。对啊。好，那我们好好的就是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最近有去跟帅过头，然后跟阿斌，对，然后去跟帅过头去上他的节目嘛，对不对？里面有提到说这个青埔的发展性，对不对？好，那青埔发展性可能有些人看好，有些人不看好。对，但是我们在我那个影片下面呢，就有一些留言了，对，就是在针锋相对，就是青埔跟桃园，但是特别奇怪的地方，青埔就是 A17、18、19嘛，但是桃园那个网友他举的居然是小块溪，不是中正艺文特区哦，所以小块溪现在已经代表桃园了吗？是这意思吗？应该是他个人的观点吧。他个人观点，目前整个桃园区房价最贵的区域是在什么区？艺文区啊，一样是艺文区嘛。对。那平均下来是艺文区，那新案的话呢？新案的话，我觉得小块溪跟中路差不多所以小块溪跟中路价格差不多，伯仲之间。因为小块溪它的那个土地才40多公顷，它已经盖了差不多了。对。那中路还没有？中路还有一些地啊，还有一些地可以盖。中路还有一些地可以盖。对，中路它的那个范围比较大，120几公顷，它的3倍大。国泰还没卖完，对，所以还有炒作的空间。但是小块溪基本上已经没了，没什么地了，就那么一点，它弹丸之地了。弹丸之地。对 ，OK， 好，那。刚刚讲的是说，小块溪好像还是不太能代表整个桃园嘛。没办法，桃园的人口现在已经是整个全台湾最大的行政区了，可能仅次于，不是最大了，就是可能数1数2了，仅次于板桥50几万人嘛。桃园区已经快50万了，47、8万去了，很快到50，可能很快就会超过50。那这样情况之下，桃园的首善之都就是桃园区，加上它人口密度是全台湾行政区似乎是最高的，是以那个区来讲的话，13000多人，每平方公里13000多人，这样子的一个地方跟青埔比较起来，你个人的看法？我们上次是请那个青埔小王子阿斌，他一定讲青埔好嘛。我们这一次请到我们这个桃园老仙角王老师，你可以分享一下这2个地方，你比较看好哪里嘞？我也是青埔啊！你到底都几个的啦？没有，真的，我因为我们买房子跟买股票一样，你要看很远，你不要短视近利。所以看青埔目前的状况还不是结果咯，你的意思是这样？当然啦，青埔发展到现在，你看还有那么多地没有盖。你说现在还是一样，到处都是空地，而且国泰现在那个那投那么多钱下去，对啊，那个不得了，正在挖了。你看看，青埔我们这样想好了一个城市要发展到人口密度要有，对不对？工作机会要有，旁边还有一个航空城计划，那个整个的产业链如果都起来的时候，青埔这个造镇这个城镇，会挤满多少人？你去想这件事。这样听起来好像不是青埔这个城镇挤满多少人，它是连旁边的整个产业链包含果林，包含航空城，是啊，包含这个机场第三航厦、第3跑道，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链。其实很可怕，就是我们要讲可以讲得很深很远，很大，对。那你如果不去讲它，你就不会去了解。就是我们在做一项投资，你一定要去研究，方方面面你都会稍微要涉略研究一下，不然你的投资就会失准。它一定我们这样看青埔20年后的今天，你去看，绝对不是我们看的这个样子。那你怎么没有投资青埔？我被打回来啊！你被打回来？我们你是进不了皇城的那个人吗？我们真的当时要去买房子的时候，去青埔看，可是青埔跟中路价差10万块。一坪10万块一坪价差10万块，我就被打回来了，我就回来中路买啊。那一间房子就差了好几百万了，所以你当时是因为口袋不够深，不然你也是青龙人呐，是这意思？我当然也想做青龙，可是现在没办法啊，它现在还是贵啊。它什么现在还是贵？现在很贵，不是非常贵，不是还是贵而已。对，悔恨当初悔恨当初所以这个我本来想说桃园的这个仲介老仙角应该会
站在桃园的这一边，结果没想到你居然也是觉得也是压注在青龙那一边呢？那边我其实从以前到现在，我都认为青埔绝对是台湾桃园最贵的。未来一定是台湾最贵。然后第二贵的会是在桃园区这边。第二贵在桃园区，就艺文特区啊。艺文特我不敢讲，但是其实我还蛮认为，就是未来那个中路车站的那个从化，只要一开起来，应该是不会输给艺文特区。不会输给艺文特区，应该是很贵。所以就是首善可能未来在价格上面还是会以青埔当做指标，那些大财团都进去了嘛。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这样发展没有错。所以你看，这个不是说卖青埔的人在讲青埔，连卖桃园的人也讲青埔嘞。那这真的是有它的参考价值啊。那你的想法是不是也这样？欢迎在下面留言哦。我们希望可以让更多人来一起讨论，那不要谩骂。你有你的看法，你有你的想法，你有你的支持，也许你把你的身家都压在什么地方，那是每个人的看法，你不一定要用这种谩骂的方式，好不好？大家和平的分享知识、分享经验，还有一些当地的一些资讯哦。那我们今天感谢王老师的分享，没想到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以为他会无脑的支持桃园，结果不是，是青埔哈。你的看法是不是也是这样？欢迎在下面留言哦。我们期待有更多人来一起支持真心话。如果你最近有这个房子要委托销售的，也可以问一下王老师，请他帮你做销售。我们下次见了，拜拜，拜拜。你是不是也想在日本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呢？想度假的时候就可以住自己的房子，但又不想闲置在那边缴交高额的管理费以及修缮气力金。这时候您可以考虑日本的一户建，委托给民宿公司来管理。平时闲置的时候可以赚取租金报酬，来日本度假时又可以住自己的房子，未来退休时又可以拿回来自己使用，超适合我们的。欢迎一起来日本大赚观光财，有需要的朋友欢迎参考第一则留言。